好，大家早，我们现在在礁溪的五峰旗停车场。那因为大家每次都说我频道的影片好像都很哈扣，什么四进富士山啊，什么就是都很奇怪的行程。那我们今天就走一个亲民一点的，我们今天要去爬抹茶山。我去抹茶山已经第几次啊？今天应该是第6次吧。之前都几乎都白墙啊。今天天气目前看起来是还可以，希望等一下上去不要白墙。那我们今天的行程很简单，就是从停车场这里走到抹茶山山顶。我记得单程应该是5.5K 左右吧，然后爬升大概900。如果一般脚程来回大概会花上大概5到7个小时啊，看你的体能和脚程不等。那对一般人来说，如果你平常没有在运动啊，那走抹茶山其实不算轻松。我们就打算上去抹茶山上面看一看，然后下来礁溪吃吃喝喝，这就是今天的行程。那从那个五峰旗停车场要走到登山口有一小段路啦，就是走这样子的水泥路，有一小段。那其实登山口那里有几个停车位，但是除非你特别早去啦，不然我是建议停在那个就是刚刚停车场那里五峰旗停车场，然后再走过去会比较有位置。这边登山口附近啊，是有一些位置可以停，然后是不用钱的，就靠路边停。但因为现在比较晚，所以我们是直接停车场啊。我是觉得比较方便，就不用进来还要找位置。是建议停车场，而且停车场还蛮大的啊。因为其实从停车场走到登山口也没多远，对吧？500公尺之类的吧。讲着讲着就到登山口了。看到这个牌子，然后还有这个小风锥，所以这边就是一般的起点。好，开始走啦。刚开始就陡上了，一开始其实这个水泥路就还蛮陡的。今天就不跑啦，上礼拜才刚跑完100公里的比赛，不知道哪个影片会先出来，可能这个会先出吧，先水一支影片出来，所以今天就顺走就好。那就说出。为什么要拍这个死亡的角度？天气也蛮好的，天空蓝的。那一开始会是这种水泥路啦，然后再往上一点呢，会有一个圣母朝圣地。那过了那个圣母朝圣地之后，后面就是比较像林道的路，然后会在树林里面这样子，一直到后面通天桥那里，大概3点多公里吧，不到4公里，然后会是比较平缓的路。说平缓也没有，因为都是有爬升啊。然后过了通天桥之后，就开始陡上，就是很陡的陡上，然后大概1公里出头就会到圣母山庄，就是大家拍抹茶山的地方。那这段1公里多是最陡的地方。这是早操吗？公园老人。原来如此。这就是标志性的圣母朝圣地 ，view 不错。对呀。天气很好，人也很多。所以过圣母朝圣地之后，就是大部分会在林子里面，就是比较晒不到太阳。但天气热的时候还是会很热，这个地方。其实这里也蛮陡的啦，就算没有后面最后那段那么陡，但是其实走这个路也没有到处非常轻松。现在已经爬130，真的130。真的都是人。假日来这边人蛮多的，刚刚人更多了，现在就前面有一些人。然后虽然现在看不出来，但这里其实很陡，就是光这样快走其实就蛮喘的。其实这边蛮凉的，没有树林就很蛮热。果溪跳，哎，非常的灵活，非常的灵活。这边有个凉亭，可以休息一下。下面太阳蛮大，但其实这样走起来蛮舒服的。我是建议夏天不要来，真的太热了。要不然就是很早出门。对，要很早出门。我们都没有跑哦，不要再啰里吧嗦说什么你们爬山都用跑的，这样很危险。我们都走的。整体走起来蛮舒服的啦。现在这边4K 到通天桥，这边是一个大家会休息的地方。过桥之后有个凉亭，然后那边有厕所可以休息。那接下来这边上去就开始陡上，前面都算缓的哦，后面就直接陡上。
就有点像在爬七星山那样。啊，我们从登山口到这边是3.6K， 到上面应该是1点多 K。就这边开始往上爬，陡上，凉凉的。这里的陡度我觉得可能跟七星山差不多吧，但是就是路径是比较原始一点啊，就是可能路况稍微没那么好，就是一些石头啊什么的。然后如果下雨天的话，会蛮滑的，下山的时候啊。那因为今天天气很好，是还蛮干的，所以是还好。一路陡上。这个抹茶山说简单也没有很简单，因为毕竟爬升有900多嘛，而且都大部分集中在后面这边，所以如果平常没有运动的人啊，你会看到很多人就是一般游客啊，就是他们来爬抹茶山就会很累，累个半死，因为平常没有在运动嘛，然后又要爬陡坡，只有5公里的路，但他们会觉得很累。那你如果是平常有在爬山，常常在爬，那抹茶山我觉得是不会太辛苦。这边就是基本上就是一直爬楼梯啊，你就当做是爬七星山就好了，挺陡的，都是楼梯。早安，早安，优秀。刚刚那个大哥，他沿路下去就说快到了，快到了，没有快到，山友的话都不能信。快上到人线了，在上面天气不错，应该不是白墙。好。快到了，可以走这边有一条路，沿着这里走，翻过去就到了。哦，到了，好天气耶，没有白墙。到啦，这边就到山顶的平台，在上面那里。等一下我们要上去平台这边，大家拍照的点在这里。然后圣母山庄在这里，圣母山庄其实可以过夜，你要先上他们社团申请，它里面那边有个山屋，可以在这里过夜。对，然后那边有洗手间，然后可以上厕所、装水、洗手。对，圣母像在这里，所以呢，这个地方在地图上叫做圣母峰，你攻顶圣母峰了，无氧速攀圣母峰。目前只花了1小时22分钟。对，1小时22分。哇，晕掉了。遇到观众就在拍狗狗。好可爱啊，好可爱。哇，刚刚下面很热哎，他走上来，这里圣风很冷哎。知道说什么？走路，对，拍照要排队。龟山岛在这个地方有点远，在这里。今天能见度没有很高啊，所以还是看到一点点。然后这边可以看整个南洋平原，也不错。这边还不是最高点，就是这只是一个观景台。然后我们要去三角仑山，这个应该是三角仑山东南峰吧。然后三角仑山应该再往这里走，所以呢，等一下要从这个圣母山庄后面有一条路可以爬上去，然后从这个鞍部沿着人线，然后爬过去。三角仑山是一个三角点。
宫顶圣母峰是不是少一个零啊？所以应该2条路。你看那边，这边有一条，然后这边这条也可以走，反正应该是会接回去到一样的地方。那你想要走哪一条？都行。Go。前往三角轮山，好陡这里，陡到有绳子是怎样？好陡啊！超陡。跑完100K的男人怎么这样就能喊陡呢？累，太累了，累死了。这边有另外一条，哦，这个很好哎。巴塘古道，所以三角轮再往上走，我看到那边有很陡哎，这里陡上哦，应该上到上面了，哇，非常陡这里。我觉得这里不太适合一般游客来，一般游客到那个平台就好了，我觉得。三角轮山东南峰，所以还没有到，在后面这里。三角轮山在这边，就是我们现在这里是东南峰，这里海拔1000嘞。哦，有展望啊。展望在哪里？这样，来，这是三角轮山。应该过来。我们要自拍吗？待会先帮你拍一张。这里是山顶的一个小平台，就是还是有一些展望，还不错。而且今天天气超好，我觉得能见度没有到很高，就是那边灰灰的，但是景我觉得还是不错。其实没有真的一个山头叫抹茶山头了。对，没有抹茶山，只有圣母峰，只有圣母峰，也没有圣母峰，三角轮。所以下面上来大概一般人可能要半个小时，20分到半个小时。对对对，我们上来其实才大概10来分钟而已，对吧？路没有很远啦，但是就有点陡。好啦，那就准备下山吃吃喝喝。哎呦哎呦，还好还好，他看起来比我轻松。哎，一直想要上去，我被拖。狗拉人。哎呀，哎，快下来了。刚刚下来的时候走这边啊，就是有一段小小的崩壁，路径跟踏点比较窄，所以就是稍微小心一点，靠边边走。小心走就没问题。然后这里要爬上去，快回到圣母山庄了，在下面。小跑一下，下来了，下来了，回到这个圣母朝圣地，天气还是超好真的，而且看起来那个能见度变高了。对啊，平常中午过后都开始白墙，然后今天就是现在中午了，12点12点13分。
对吧？天气还是超好，而且也不会很热。下山吃大餐。是有碰过面吗？真的。上面很多认出来。今天人很多，你们是要到上面吗？这上面。对。今天人很多。对。但天气也很好，就是了。对。拜拜。回来登山口了，我们走完了。走完了。3个小时26分。OK。3个半啊，我们走3个半小时，包含去三角轮山。对，但一般人最好是抓可能我们的1倍时间啊，因为一般游客去那个光去抹茶山那里，大概来回就可能5到7个小时不等啊，就是主要还是看你脚程。那再加上又要去三角轮山，就来回可能一般人可能要再多花个1个小时吧。对，所以大概自己抓一下时间啊。那我们走3个半小时是看看就好了，就不要当参考。对 ，OK， 自己脚程自己评估。吃饭啦！好，我们下山来吃这间离五峰旗停车场只有5分钟路程的这间石松啊，这间在宜兰这边很有名。这间就吃宜兰菜还不错。鱼皮啊，鱼皮这个。吃啊！可以吃吗？走走。这个是蜜酱排骨，然后这是高渣凉拌鱼皮，宜兰招牌的西卤肉，然后跟炒饭这样子。已经开始狂吃了，饿了。热腾腾，它炒饭算蛮香的啊。这个西卤肉算是宜兰的传统半桌手路菜，它其实跟卤肉一点关系都没有，比较像是卤白菜或是羹汤，上面会有蛋酥，还蛮下饭的。在石松可以吃到很多宜兰的在地料理，我觉得抹茶山下来这边吃一顿挺不错的。接着我们来到台2线的海边 ，Google 搜寻龟山岛日出海滩就可以找到了。来这边看个海，散散步，天气好的话可以看到非常清楚的龟山岛。看网络上的照片，这边日出也很漂亮，但实在太早了，我们还是下午来这边晃晃就好了。下一站也在附近，是一间在田间的猫咖啡，叫宠物空间 Dog Space。它原本在礁溪市区，最近才搬来到这边。里面有很多猫，咖啡也很好喝。我跟神队友在这边撸猫，撸到傍晚才离开。喜欢猫的山友可以考虑来这边坐坐。最后回台北之前，原本要去吃一间玉田炭烤香肠，不过过去的时候已经卖完了，所以就买了旁边妈祖庙前的另外一间，也叫做玉田的烤香肠。它写妈祖庙店，但我不确定跟老店是不是同一家。我觉得吃起来跟那间玉田炭烤香肠老店还是有差。老店真的很好吃，建议大家早点去。通常生意都很好，会需要排队，一定要试试看它的辣酱，然后配大蒜，真的超级好吃。以上呢就是这次爬抹茶山，然后在宜兰吃吃喝喝的小记录。整体来说，我还是蛮推荐大家去爬抹茶山的，但建议早点出门，因为下午山顶常常会变天，有机会看不到漂亮的抹茶山景哦。好了，我是小白，我们下次见，拜。